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我们今天的直播从现在开始，美东时间11点半到12点，计划直播30分钟。那么大家可以进行提问，你们关心的股票，请把英文名字和代码打上来。那么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这个大盘。今天这个，因为周一是 Labor Day，美国是假期，那么周二开盘之后，现在是一个跳空缺口下来，对吧？那么在之前我们已经分析过，日线上已经出现了顶分型了，日线已经出现顶分型，这里有一个中枢，那么看它回落的这个位置，针对这个中枢回不来的话，还是三买，还可以继续上去。拉回来就是继续中枢震荡，但是现在看拉回来的话，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要拉回到下面这个日线中枢的话，那么今天这个跳空缺口往下走，我大概查了一下，主要是债券那边传导过来的。你如果去看那个，你看那个十年债，十年债虽然说现在显示上涨，但是它的收益率是这个暴跌的。所以说，今天主要就是债券市场的一个暴跌传导到了这个股票市场，因为那个体量嘛，对债券那边体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今天这个跳空缺口的这个下杀还是比较有杀伤力的，主要就关注的是这笔完成之后，针对这个的位置，对吧？你也可以用简单的黄金分割偷懒的方法，如果说不愿意去这个盯盘，比如说你想挂单的话，今天我这个电脑速度稍微有点慢，有点卡。那么想挂单的话，可以利用这些位置，对吧？到了这些位置之后，再看能不能够得到支撑。毕竟我们这些黄金分割的位置，我说过很多次，就类似那个红绿灯，你到了十字路口红绿灯那儿，你还要看路况，你红绿灯只是一方面，对吧？路况的好坏跟红绿灯有关系，但是不是唯一的这个因素。所以说你要到了那个位置之后再看，只有跟踪它才是更精细的。那么这就是现在这个标普大盘，简单说一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提问啊，丽丽朋友你好啊，还有一位新朋友加入了会员Aoko，欢迎加入。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啊，上面还有一位朋友已经提问了，他问的是GRAB。这个票在我的印象中应该是一个亚洲或东南亚的一个打车软件的这个公司。那么这个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那么这个打车软件的话，应该也有类似一个超级软件，类似微信那种超级 app，能打车能支付，应该是这么个东西。你看它之前也是火过一阵儿，上市之后也火过一阵儿，最高在18块钱。最低跌到了2块钱，所以说这个差价还是很厉害的。那么从见了最低点之后，我们看一下最低点2.19，我们把这个2.19给它隔出来。那么见了2.19之后，它这里做了一个中枢了，周线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中枢。把这个拉过来，但是呢，这中枢你会发现有一点，它这里有过一次回落，有过一次反弹，这个其实是下面这个中枢的三买，变成了三买转二卖的模型。那么其实这个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大周期上，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其实在月线上它是一笔上，一笔下，一笔上。其实，在大周期上应该是从这个起涨点是在月线上的一笔，你是应该这么观察。因为它已经出现了这个三买了，这个就不能往这边拖了，所以是这样。那么现在关注的重点，把它高亮一下，从这里到这里，
然后在周线上的话，这里有过一次回落，一次上升，所以说现在就看它怎么选，对吧？你要么再次往上突破前面这个高点，要么是跌破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就会在周线上形成一个周线的中枢，形成之后看它能不能往上选。所以现在就是针对这个 Grab 这票，所以说你就看它怎么选择。那么它在这个位置是没有那个方向的，你要想做的话，你只有去小中枢上，小周期上看一下，比如说日线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结构。那么这样在日线上有这么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个日线中枢，所以说简单的策略就是中枢震荡，上方减一减，下方加一加，而且它还有这么明显的均线在这里撑着，所以说就中枢震荡的策略就好了。然后现在往下看，这位丽丽朋友问 CRWV 的话，这个我在这个周末给会员朋友们做周末漫谈的时候分析过它，我们当时已经分析出来，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在我们做的这个周末漫谈的这个推演里面了，就是说你做完全分类的时候，这种情况已经在里面，但是呢，没有推演到的就是它今天直接一个跳空缺口往下走。我们当时已经说过，这样一个反弹，比如说到 0.382、0.5到 0.618，如果上不去的话，它还要再下来，因为它形成了一个反向中枢。这样的话有进入段，有离开段，但是它现在这个反弹已经够一笔了，它不是一定要到这些位置，所以说我一直强调要看路况，对吧？那么它出现了其他的因素，造成你这个现在这个路况虽然说是绿灯，但是呢堵车或者出车祸了，你也走不动。所以一定是根据路况来。那么现在它开始往下选择了，意味着这里就有反向中枢了。先要把暂时暂定在这里。之所以说是暂定的原因，是因为它新的这一笔还没有完成，对吧？还是可以继续往上冲的，把这个顶分型给干掉，变成一个中继的，继续往上生长。但是现在今天这个下杀还是比较厉害的，今天是应该是跌了10%了已经。那么所以说现在这个位置。那么就要去看这个前面这个低点了，85.26。所以说现在你要做多，肯定是技术上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有反弹，之前的这笔反弹没有减的话，那么现在就比较尴尬了。我们把这个图形再给它，就是说。现在这一笔，你现在肯定是不能去做多的。我们看一下这个1小时上，那么1小时，我们把其他的这个画线给清掉。也就是说，这段下跌现在是有可能性要去打掉前面那个低点了。所以说它是一个小周期上，看它是一个1、2、3，这里做了一个中枢，然后一个跳空缺口。那么在更小周期上，你这里需要去观察5分钟、15分钟，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个中枢，然后开始离开。我们可以看一下15分钟上有没有结构，对吧？15分钟上，这是一个进入段，一笔反弹够了，2笔反弹也够了，然后这里构成了反向中枢，然后开始一个离开。所以现在它在15分钟上已经有中枢了，然后进入段跟离开段不背驰，离开段没有背驰。现在，所以说任何的反弹你先减仓，因为什么呢？它完全是可以是走出来一个1、2、3、4、5，就打掉前面那个大低点，或者说是1、2、3。所以这笔反弹是一定要硬的，在15分钟上你先硬这个位置。那么如果说出现了盘整背驰的话，你还可以再买回来。这个位置还可以再买回来，就看它这笔反弹。如果说能够强力反弹的话，当然更好了。如果说不能够强力反弹，你还要跑。就是说，这个15分钟上这2笔反弹，你操不操作，就看你的个人的一个交易经验，你的时间能不能够做15分钟的这种反弹。做不了的话，那你就干等。这里做了中枢之后，然后再跌一次，
那基本上15分钟这个下跌有可能要结束了，那么它也有可能去打掉前面那个大低点。所以说，至于怎么选的话，那就看你的个人这个风险喜好了。那么整体来讲，现在是有反弹减仓，先不要做多，也没有能力的话，就是这笔反弹我就不做，对吧？先减仓，盯着减仓，因为这样的话，你可能这个更能集中精力来。所以说，这个整体来讲是小周期上是偏空的。那么打掉这个低点之后，那就看这个大周期上能不能够出现背驰。打掉这个低点之后，那就看它能不能够出现背驰，进入段离开段有中枢了嘛？看能不能出现背驰。目前看的话有希望，对吧？所以说，也可能什么呢？这个回撤也够一笔了，但是呢，没跌破前面的这个85.26，就会形成一个二买，那么它可以再拉回来，甚至是再往高走也可以。不管怎么样的话，我们都要等待这段结束。这段现在在小周期上远未结束，所以说你要做多的话，就需要非常谨慎。好的，这就是这个 CRWV。看一下下面这个，赵朋友问，比特币是否在做双头结构？那比特币的话，我们在周末的时候也分析了。那比特币现在，这个底分型日线的底分型已经出现了，对吧？不管它是不是要做双头，就是头肩顶啊，什么 M 顶啊，都无所谓的。我们现在关注就是这笔反弹，其实，在日线上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结构，就从那个起涨点在这里，74000。那么这里做了一个大中枢，然后这里还给了一个3买，然后3买之后还出了一个高点，就是3买转1卖。现在这个位置啊是非常关键的，就这笔回落已经跌破了这个前面的3买，3买已经被跌破了。那么跌破3买之后，它又回到了中枢里面来，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说明它这个要么是在这里做一个中枢，那么这样的话，这里有一个中枢，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出现一个扩张。要么是这笔反弹之后走反向，可以这样走。所以说这笔反弹就很关键了。这笔反弹的力度如果说非常非常弱的话，那就非常危险，它就可能是快速的往下走。那么这个反弹这个位置一定要硬。如果说你用这个黄金分割什么的也可以，简单看一下它的这个反弹的位置也可以，对吧？到了这些位置之后，如果上不去，这个二卖一定要硬，二卖一定要硬，因为它可以这个走5浪，不走5浪，走一个盘整背驰的话，你还是有机会能买回来的，对吧？所以说，这笔反弹是非常关键的。现在是已经反弹了4天了，已经有4根 K 线，还差1天就满足了。但是呢，你需要去在小的周期上去跟踪这4天它的结构，对吧？可以看一下在30分钟上，30分钟。有这么个结构，这是进入段，然后2次回荡，这里构成了一个30分钟的中枢。现在针对这个中枢还没有被破坏掉，只要这笔回落不回到这个30分钟中枢，还是3买，还可以上去，对吧？在上面再做大中枢，然后再结束整个的这波上涨。所以说你现在需要盯着的就是这个30分钟这个中枢，这个回落跟它的位置。如果说呢非常弱的话，直接拉回来那就比较差了。那么这笔反弹就变成了30分钟的二卖，那你也要硬，因为在30分钟这个级别，它可以完胜，它可以就结束了。虽然说在日线上不够一笔，只能说明它的反弹非常非常非常弱。所以说，在30分钟上，现在这个小中枢是一个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至于怎么交易的话，就看你自己怎么选了。好的，这是这个比特币。还问了有 ETH 是吧？那么 ETH 的话，差不多。那么 ETH 相对来说，上个月比这个以太币的话，上个月是比比特币要强一点。但是目前的话，它的结构其实也很简单。这个我们分析的这个起涨点是在这个位置。我们之前那个图形我应该是用的 Coinbase 的那个以太币的。对吧？这是我们之前这个用 Coinbase， 因为这些不同的平台上，它们的价格多少有一点点的这个差异，但是并不影响你分析。比如说在 Binance 上，或者说在 Coinbase 上，或者在其他的交易这个交易所的话，
它们的高低点价格可能有一些差异，但是结构上基本上大致相同。那么现在从这个起涨点这里做了一个大中枢，然后这里给了一个下面这个中枢一个3买，3买之后又出现了一个5段，就是一个1、2、3、4、5一个5段。那么现在它这个回落之后，这里构成中枢了，现在已经有中枢了，这个回落也够一笔了。这个明显还是比这个那个什么呢？最近这个回落，因为它之前涨得太多了，所以说最近比特币是在反弹，但是这个以太币的话是这个没有在做反弹，对吧？所以说这是这个这一笔等它结束之后，看情形的话，应该是内部结构已经挺饱满了。你可以看一下4小时上，哎，4小时有结构，对吧？所以说，而且这一段的离开还有那个背驰的，所以说你如果说做以太币的话，这个位置是可以尝试做这个的，而且在4小时上也正好踩到了200均上，就是说可以拿一点小仓位，如果说有 ETF 是或者说什么的话，可以拿一点小仓位做这笔反弹。如果说它力度强的话，那直接可以走反向，对吧？就这一段就结束了。所以说但是呢需要设一下止损。就在这个200均下面一点，防止它快速往下走离开，因为这样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如果说走离开段的话，那你如果说在这里不设止损的话，后面的话它可能在很远的地方才会出现第2个中枢，晓得吧？所以说如果要在这个位置进的话，需要设一个小的止损，防止它快速往下杀。好的，这是针对这个以太币，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有朋友问这个沃尔玛是吧？沃尔玛的话，这个应该走的非常强。我之前大概的瞅过一眼，就是大周期上它是非常，虽然说有疫情啊，有贸易战呢，但是你看它的股票不跌，这就是这个沃尔玛它占优势的地方，对吧？把这个图形稍微清一下。那么在大结构上，它从这个起涨点在月线上还是一笔到最高点，它的所有的这个回落都是在周线上有中枢，所以说我们分析的重点是从它下面这个起涨点开始。那么我看一下周线上它现在是处于什么位置？周线上下面有一个大中枢，这里有一个大中枢，但这个中枢明显是超过9段的升级的。那么我们再看它离开中枢的这个之后的一个操作。离开中枢，这里给了一个3买，然后继续上，然后在这里又做中枢，对吧？所以说现在这段就看它这个3买转2卖能不能够形成。但是呢，这段你又不能说它结束，因为这个回落这笔还没有完成，所以你要关注的就是现在后面这一小段。把这小段给它主要分析一下这一小段，然后我们把它降低周期。那么降低周期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结构就清晰了。现在在日线上有进入段，然后开始这里震，对吧？这很清晰的一个中枢。这个中枢想要周线上想要回落一笔的话，这里要形成一个大一点的回落。所以说它其实可以有2种情况，你要么在这里震，这是1、2、3、4、5、6、7、8，已经8笔了。如果说震到第9笔之后，1、2、3、4、5、6、7、8、9，那就升级了。升级之后，看它能不能够选择方向往上冲，对吧？所以说你这个简单的就用中枢震荡的策略就好了。这是中枢的上沿，这是中枢的下沿，对吧？那么它在做中枢震荡的时候，就是往上涨的时候，力度衰竭的时候，满足一笔了，你就要找位置减仓。下来了，在中枢内部或者中枢下面力度衰竭的时候加一加，就是一个加减仓的动作。所以说你就盯着这个日线的这个中枢操作就好了。
好的，还有10分钟时间，我们再看一个，这个 Kusi 朋友问这个英伟达，英伟达的话，我们在周五直播的时候也说过它，就是说当时在周五直播的时候已经出了这个非常强的强顶分型，对吧？强弱顶分型的区别，大家现在已经都比较熟悉了，就是强顶分型它更容易形成回落一笔，就是强顶分。那么我这里就不这个仔细介绍这个顶分型是如何定义了，这都是缠论的基本概念。如果说你想学缠论的话，这些概念需要自己这个花时间学一下怎么定义的，笔是怎么定义的，顶底分型是怎么定义的，线段是怎么定义的，走势类型是怎么定义的，趋势怎么定义的，盘整怎么定义的，这所有的这些定义，我不可能这个利用这么短的时间给你回顾一遍，对吧？那太浪费时间了。所以说现在出了顶分型之后，那么它又出了一个强顶分，那这一笔的回落现在只有3根 K 线，所以说它需要完成啊，这一笔需要完成，或者说还有一种就是它因为前面这个没打高点，它可以是直接前面一笔下跌的延续，可以在这里再反弹一笔，然后再下也可以，那就相当于这里只用了3根 K 线构成了一个低点，那么在小周期上它可以出现盘整背驰的，小周期上出现盘整背驰，它就可以反弹，反弹之后力度不够的话，那就会形成一个二脉，继续往下走，对吧？所以说现在就看这个回落的这一段，但是明显这就周五和周二这2天的这个下跌有点快，这个 K 线实体非常大，尤其是周五跌了3%点多 ，K 线实体很大，然后那个明显反弹的力度很少。比如说它的上影线，这个周五连上影线都没有。那么今天的话是有一点上影线，但是下影线还没出来。所以说光看单个 K 线的话，现在抵抗很弱，现在的抵抗很弱。所谓的抵抗很弱，就是大家跌的时候不买，对吧？然后那个做空的人或者说这恐慌的人会一直在卖。所以说现在明显这个下跌还没有结束。你看它的这个 MACD 也可以看出来，张口张得很大，快慢线的张口张得很大，说明这个动能很强啊。所以说它有可能就到了这个0轴附近收口的时候，这个才有可能企稳。就现在任何做多都只是非常小周期的你去做多，比如说你做个日内的博个反弹的话，那是可以的，但是大周期上看不到任何止跌的迹象，所以说要做多的话，你就需要这个相对的谨慎一点。好的，那么就简单说一下这个英伟达。好的，那么大家还有7、8分钟时间，大家可以继续问。那么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可以看一下今天这个黄金。黄金的话，我看各个这个媒体都在报这个，今天黄金是出了新高了。黄金今天最高点在3518，突破了前面这个3500这个高点，对吧？我们之前分析过黄金的日线这个结构，这是一个9段升级，所以说9段升级之后，它继续往上选择。那前面的我们看它的日线上，它从下面是3个中枢上来的，我们把它缩小看一下前面的日线结构。它从11800这个位置上来的时候是3个中枢啊，然后在这里做了第4个中枢，但是因为第4个中枢是9段升级，它的级别变大了，前面所有的这些都变成进入段了，然后可以继续往上走，走离开。所以说，黄金这波那具体到哪儿的话是测不出来的。你如果想测的话，可以去大周期上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等比例啦，或者黄金分割的一些位置。但是明显现在黄金的这个趋势性非常强。你看它这个 MACD 张口张得非常大，又是从0轴起来的，就这个位置9段升级之后，这个位置刚好是在0轴起来的。所有0轴起来的这个张口张不大的，它的动能都非常强。所以说，在0轴上下不一定非在0轴以上，0轴下面一点点贴着也可以。所以说，现在这个黄金是非常强的，如果有的话，肯定是继续拿了，对吧？好的，这位凹口朋友问这个 XLV， 我看一下是什么？这是一个healthcare， 对吧？医疗股是应该是一个 ETF 之类的。
基金了、ETF 之类的。看一下大周期上，每次一个股票一个图形拿到之后，都要先看大周期。虽然说大周期类似你的这个显微镜度数这个比较小，看的可能不是那么细，但是呢，大周期往往是一个方向，就是类似一个 GPS， 你要先找到大概的位置在哪儿，对吧？你知道大周期在干什么，是不是这种盘旋上升的，就是中枢在上移的，对吧？如果说你发现它这个大周期上是中枢下移的，那你就要小心一点了，对吧？所以说看大周期的目的就在这里，找方向。那么它在这个月线上，这里是出现过2次的回落，因为这笔回落的话是递归出来的，那么这里也可以有一笔反弹，所以说在大周期上明显这里是有一个中枢，那么也就是说它现在其实就在做月线的这个中枢震荡。这就是月线这个中枢。那么我们把这个周期再给它降低一下，看一下这个周线上。也就是说，你看现在的周期是月线，那么这里是有过一个1、2、3、4，然后这个当然了，本月还没有出这个新低，所以说它在周线上是有结构的。我们看一下周线，这是周线，这是一个明显是一个，这是一个4浪反弹，现在，然后4浪反弹它是这样。1、2、3、4、5，明显一个5浪反弹，5浪回落。但是呢，这个小5浪，现在这个5浪啊，没有跌破前面这个低点，也就是说出了一个2买，这里是一个周线的一个2买。目前看这笔的力度还可以，对吧？因为现在只用了2周时间，就回到了前面这个高点。这里用了2周时间就回到这个高点，明显现在做多的这个动能是强的。那么你就要关注日线上的这2周或3周，也就这段，对吧？它只用了2、3周的时间就回到了前面这个周线中枢或者周线的前面是一个5浪下来的嘛？我们在日线上看一下它那个大五浪怎么做的。这样1、2、3、4、5，这是周线上那个5浪，然后这形成了这个2买。2买之后，在周线上只用几周的时间就回到了前面这个区间里面来了，对吧？所以说现在应该是有回落做多，现在回落也够一笔了。如果说以这个做起涨点的话，这里反而是2买。看它这个第3段的力度，第3段如果说只是突破这个前面的小高点之后，没有力度的话，就很容易形成背驰，对吧？那这样的话，它就形成了周线上的一笔。那么周线上就是这个结构，形成了反向周线中枢。如果说这样走的话，这个位置反而应该去卖去了，因为这笔反弹又结束了，周线上反弹又结束了，那么它也形成了中枢了，那么又要做中枢震荡了，所以你又要卖掉，然后等大家再次回来结束之后，看能不能够上去，甚至再打低点都可以，对吧？这是这个我说的这个反弹比较弱的。如果说这笔反弹非常强，一定要有力度，上去之后非常强，那你当然可以多拿一拿。他看他等个5浪之后，甚至是有没有等比例的位置一测，对吧？所以你现在跟踪的就是这段要有力度的打上去，可以做一个日线的这个小2买。你这样的话，但是呢，因为它这一笔的上涨力度太强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测一下。我们看它等比例在146，也就是说它涨到146才跟前面这一笔空间相同，才不被持。突破146.82就更不被持了，对吧？到等比例，当然就如果说力度衰竭的话，也是一个红绿灯。到了红绿灯，我要看这个内部结构，看一下路况。路况很强，都是小浪形往上走，当然可以多拿一拿，就有希望不被持。不被持意味着这个可以继续往上生长。如果说不能够到这些位置的话，甚至是只能到比如说0.618，那就背驰了，空间上背驰了，动能弱了，
对吧？然后内部又有2个小中枢的结构，那就基本上这段就结束了。所以说它可以往回来，回来的话，如果碰不到前面那小高点，还可以有5，可以是一个3买转2卖，对吧？所以说这所有的这些交易啊，我们用缠论是先做完全分类，你把它可能的情况先分类出来。因为缠论之所以完全分类好用的原因，是因为它只有是要么就是上，要么是下，要么就是横盘，就3种情况，对吧？它的情况比较少，所以说你可以用完全分类的方法先穷极变化，然后再等它选。你的那个，我们不是要预测它是怎么选，而是它选了之后我们怎么应对，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们不是去预测而来应对的。好的，那么的话，时间的关系，今天又到时间了，那么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